今天来介绍新的系列，就是敲碗已久的市场船推荐。那其实我不太喜欢给船做排名，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喜欢的战斗模式。有的人会喜欢开皮薄火力高的护卫舰之类的快船，那有的人会喜欢开大型主炮高耐久，像战列舰这种的慢船。那每种船都有它的特点，甚至从外形到打击手感的也都有不同。那我觉得好用的船，或许别人不觉得好用，所以用我自己的感觉去判断的话，可能会太武断。但后来我想一想，做这个市场排名船的推荐可能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让大家在还没有花钱之前呢，可以大概知道船的优缺点，那可以减少花冤枉钱的机会。所以还是就只能照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来做排名了。那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呢，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做讨论。然后市场的航母不会在这一次的评论范围里面，因为我觉得航母的强弱主要还是得看舰载机本身。那除此之外，目前的市场护卫舰是10艘，驱逐舰有21艘，巡洋舰9艘，战列舰8艘跟潜舰6艘，其他的登陆舰、地壳飞行器加起来呢也有5艘，所以资料会太多。那影片会必须拆成几个部分来依序发布。那这个影片呢，我们今天就先从护卫舰开始吧。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呢，请多多支持。这个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制作。好，首先护卫舰类型，市场总共10艘。那第一台英国的26型格拉斯哥，这个在护卫舰里面耐久算高，那有输给 F126、127一点，航空非常好。那火力在以前的版本算不错，但放到现在呢，就只能算中下。它锁定的鱼叉飞弹，这个是无法热油的，但是它伤害也不高，所以导致整台船的火力上不去。锁定的主炮是3连发，那弹道会比较飘。没有火箭炮，鱼雷只有2管，声呐也不够高。即使你用鱼叉骗到了敌人的热油，但是也没有办法补上什么火力。好，整体属于生存能力不错，但是伤害也不够的船。那这样对于护卫舰来说会属于定位不明只能说是时代的眼泪，所以只能给它停在港口的评价。好，再来日本的最上级，它机动能力是游戏中数1数2的攻击武器都没有锁定，没有火箭炮，主要是靠4枚的鱼雷。那如果有装备适合的武器的话，尤其是比较好的鱼雷，那会让它的火力非常强大，而且你只需要准备1组，成本上会比较低。但是靠鱼雷当主要火力会变成说它的瞬间伤害也不高，而且敌人比较有时间做反应。那对水面的敌人威胁性会比较低，只有对潜艇的威胁会比较高。那另外缺点是它的防空能力在现在的版本会有点堪忧毕竟防空单位太少了。总体它只适合打带跑，那如果你是用善用掩体的话，那它就还不错。不过因为火力上会有延迟的问题，所以加上整体的防御能力不太好，所以就只能给它补。中国的054B 这个也就是英国26型的中国版，它的机动比26差一点，那声呐是好一点。锁定的主炮跟26一样都是3连发，那锁定的天龙30C呢，这个跟26一样的鱼叉也是一样无法热用，但主炮伤害都比26型还要再差一点。但是整体的火力其实比26型好，因为它多了2个火箭炮。另外就是它这个鱼食的鱼雷是诱饵无效也就是必中，这个整体伤害跟虎鲨差不多，攻击速度还比较快。那使用上的话要特别注意，它大多的攻击武器都安装在船的后半段。那这台船整体呢是相当均衡，所以会给它一个推荐的评价。西班牙的 F110这个账面机动差，但是因为其他的船很小，所以机动其实还蛮不错的。最大的卖点是它跟 F126一样，总共有4组的火箭炮，然后它的市价只要 F126的1/5，所以非常值得购买。操作方式、火力跟反潜能力，这个会依据着你装哪一种火箭炮而有所改变，所以它可远可近，那也有3连发的鱼雷。
在整体火力上是完全不会输给阿基坦的，算是潜艇杀手。它船头除了主炮之外就没有任何的攻击武器，跟054B 一样要习惯从屁股做攻击。然后它的缺点是它没有任何的自定防空，都是靠锁定的防空。那这个哨兵防空机炮呢，它对抗飞机能力还可以，但是飞弹就没有任何的办法。整体来讲就是它是火力强大的船，但是生存能力比较不佳，会给它推荐的评价。德国的 F125 这个有驱逐舰的高火力，那也有护卫舰的高机动。那当然耐久还是护卫舰的水准。在拥有4导弹的护卫舰中呢，它是唯一没有锁定的然后它也有火箭炮，另外还有6门的海空两用副炮，所以它的火力非常的强大，非常适合攻击水面的潜艇。防空的能力在护卫舰也属于上等。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说只有没有鱼雷，而且它的声呐也很差。那它这台船除了对付潜艇跟水下威胁比较弱之外呢，就没有什么缺点，所以整体可以给它必买的评价。德国的 F126 这个耐久、机动都属于中上，武器全部没有锁定，它3导弹、4火箭炮，还比 F110多一个导弹，很适合做中近距离的水面战斗。但是因为它的声呐非常差，也没有鱼雷，那看不到潜艇的话，有再多的火箭炮也没有用。目前市价涨到3000，这个有比较夸张但是原因应该是它只需要一组的火箭炮。相同的4火箭炮的 F110呢，它需要买2组，所以可能总价格也就差不多了。自卫炮装防空的话呢，会总共有到5组，所以勉强还过得去。那因为防空都没有锁定，整体还会比 F110再稍微强一点，所以这台船会给它推荐的评价。德国的 F127，它的耐久、速度、机动、声呐呢，全部是护卫舰里面的前段班。那攻击武器只有主炮是锁定的，它也是3连发，准度也不错。那攻击火力非常强。那3导弹、2火箭炮、2鱼雷。那这个3导弹你可以装X51做制导打狙击，那也可以在火箭炮装反潜火箭偏折油之后，再让这个3导弹配高伤害的导弹，所以它远中近距离都可以玩。那防空的部分，它也给了2组高伤害的防空导弹跟4组的雷射，所以整体它是高火力、高机动、高生存，没有什么基本的缺点而且武器都只需要搭配一个槽位，建制成本很低 ，CP 值非常好，所以我给它必买的评价。韩国的中南级它速度快，机动好，它的声呐非常好，就是整体只有耐久比较差。它算是英国的260型跟日本最上级的综合体，4导弹4鱼雷，所以火力非常恐怖，它非常适合拿来打中远距离。那对付机动比较慢的船，像战列舰或者是大型的巡洋舰的话，如果像是对付潜艇更不用说，它跟最上级一样是潜艇杀手。所以如果有不错的鱼雷，那中量级会非常适合。3连发的这个锁定防空导弹跟7组的防空自卫炮，总共就会有10组的防空单位。那这台船整体可以给它推荐的评价。俄罗斯的戈尔什科夫，它的耐久比较低，那速度也比较慢，不过它的机动其实不差，有4个导弹3个鱼雷，所以火力也不差。然后它是唯一自带锆石的船，所以如果你想玩锆石又不是英雄，然后也没有60级的话，光是这一点其实你可以就买它来玩玩看。但是这个锆石相对敌人也很好判别，就是飞过来的飞弹只要有1颗的就一定是锆石。乘以3的导弹也蛮适合装X51之类的制导导弹来做狙击，所以这台也是适合中远距离攻击的船，还有对付潜艇。锁定的这个防空呢 9K96 它非常的优秀，它是高伤害、高距离跟高速装填，而且还有2组，所以它的整体防空其实还不差。战斗力会跟中南级差不多，所以我也会给它推荐的评价。
好，法国的蓝鲨它的机动速度耐久其实都非常好。那主要的特色是它可以玩直升机的这个 A 导 B 射，它锁定的导弹呢 RBS-15很强，而且是几乎拦截不了的。它的弹道从超级高炮之后就是垂直的落下，所以就算敌人躲掩体后面都躲不掉。好，主炮的打击手感也非常好，但问题是蓝鲨它只适合做打远程的攻击，在近距离的话容易造成瞬间的致命伤害，然后对到潜艇的话也比较无力，所以它的收藏价值会比它的整体的战斗价值高，因为它的这个市价真的是太贵了，所以这个只能给它普通的评价。